被称为蛇中熊猫的蟒山烙铁头，一条价值上百万，它为何如此值钱？如今世界上现存的毒蛇种类非常多，不同的品种所分泌出的毒液也各不相同。到目前为止，比较出名的毒蛇品种有眼镜王蛇、五步蛇等。而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，是比那些常见毒蛇还要凶猛的品种，不仅毒素十分强大，而且还是我国特有的品种，甚至现存数量极少，被人们称之为蛇中熊猫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这种生物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早在1984年的时候，湖南宜章县灵区的一名职工不慎被毒蛇咬伤，只不过经过详细的检查和当事人的描述，即便是蛇类专家也无法确定毒蛇的身份。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，当地的蛇类专家陈远辉便开始进行详细的调查。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这项调查竟然会持续5年的时间。在这5年的时间里，陈远辉曾多次被毒蛇咬伤，甚至差点失去生命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。直到1989年的时候，他才亲眼看见了毒蛇的真面目。经过仔细的研究对比之后，陈远辉确定这种毒蛇是一类全新的品种，并且将其命名为蟒山烙铁头。不过自从正式发布了蟒山烙铁头的详细信息之后，吸引了很多偷猎者前来捕捉，甚至还在市场上进行炒作，将它们的价格炒到了100万左右一条。按理来说，这仅仅是一条毒蛇而已，并不值这么高昂的价格，但是它们的身价仍在继续飙升。为什么蟒山烙铁头的身价能够持续飙升？难道它们有什么特殊的身份吗？按理来说，蟒山烙铁头属于毒蛇，稍有不慎就会给人体造成伤害。既然如此，它们必定是没有办法作为宠物来饲养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人愿意花高价购买呢？其实在我国，蟒山烙铁头有着独特的民族意义，与传统文化中的小青龙十分相似，所以人们对于它们的喜爱自然会比其他蛇类多。除此之外，物以稀为贵的道理相信很多人都明白。陈远辉之所以花了5年时间才找到蟒山烙铁头，就是因为它们的数量极少，野外分布数量只有500条左右，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，所以在很多人心中，它们的身上总是披着神秘的面纱。因此很多国家都想要一探究竟，甚至想要引进一些蛇种进行研究，或是放在动物园里供人观赏。由于蟒山烙铁头属于我国特有的品种，所以面对国外想要引进的请求，我国都是保持着拒绝的态度。不过一开始的时候，人们对于蟒山烙铁头的保护不够完善，偷猎的惩罚手段也无法震慑那些不法分子，因此导致很多人都对其进行捕捉，再高价倒卖给国外的一些机构，因此造成了很多蛇种的外流，让本就不多的蟒山烙铁头数量更加稀少。为了阻止蟒山烙铁头继续外流，我国将其列为了濒危物种，并且设立了自然保护区进行保护。如果有人再进行偷猎，那么必定会面临着牢狱之灾。相信随着人们的保护，蟒山烙铁头的数量一定会有所提高。为何蟒山烙铁头的数量如此稀少？影响它们生存的因素都有哪些？对于自然界中的大部分生物来说，进食是让它们能够生存下去的必要因素，所以哪怕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，它们也会想尽办法填饱自己的肚子。然而蟒山烙铁头并不这么认为，它们主要以老鼠和鸟类为食，并且对于食物的要求还非常高，只吃活着的老鼠或鸟类。一旦自己的食物在被吃之前已经死掉了，它们看都不会看一眼。不仅如此，蟒山烙铁头对于繁衍后代这件事情也不算热情，它们似乎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繁衍后代，就算是产下了蛇卵，也不一定都能够孵出小蛇。并且在蟒山自然博物馆中生活的蟒山烙铁头，7年的时间内都没有产下过蛇卵。这样看来，它们的性情实在是太傲娇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蟒山烙铁头绝对算不上温和的品种。在人们对它们的观察中发现，蟒山烙铁头似乎有着族群内部自相残杀的现象。为了能够让自己快速成长，它们会将种群内比较弱小的蛇吃掉，甚至还有一些个体在吃同类的时候被噎死，足以看出它们的凶残程度。除了它们自身的原因之外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样影响着蟒山烙铁头的生存发展，甚至打破了它们原有的平衡。如果没有及时加以保护，那么灭绝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曲普文新征稿了。